今天我带这2台机器来到了南池子美术馆，想来看一下这次新更新的这个巨大的影像模组表现怎么样。那同时这边其实非常的漂亮，它可以达到移步换景的程度，以及这边还正在进行非遗的展览，我们一起看看。先来介绍一下小米15 Ultra 这次的影像模组为什么这么突出。那它搭载了4摄，主要的变化来自这个1英寸的主摄，取消了可变光圈，换成了固定的 f1.63 的大光圈，还有它这次的超长焦变成了2亿像素。一进来这边有一个长廊，但特别有意思的是看这边，它整个室外透出去会有这种水池、光影和建筑。那我们就从这边拍一张。那能看出15 Ultra 在强光下的观感非常的明亮，但稍稍会有一点发白。然后在暗光下，其实表现得很纯净。对比14 Ultra， 我们能看到左边会有更多的这个窗框的细节。这边窗外透过来这个影子好漂亮呀！我们还在这儿一张。初步拍下来，感觉15 Ultra 主要是在低光拍摄上面的优势更明显，然后包括一些暗光的环境也会表现更好。比如这一张，15 Ultra 保留了左下边更多的细节，不会死黑。然后你看14 Ultra， 左边的树枝怎么不见了？是计算摄影丢失了吗？它远处这边是有一个小亭子的，我们来看一下它这次新更新的长焦。那这一张15 Ultra 简直完胜。屋檐的细节，包括这个层次感都非常的抢眼。那这次15 Ultra 更新的这颗2亿像素100毫米焦段的长焦，那虽然比14 Ultra 的120毫米焦段要稍微短一点，但是它的解析力和细节表现真的要强太多了。那15 Ultra 的望远能力还有它的画质真的非常稳，而且颜色也更准。那反观14 Ultra 这张，水面的细节丢失，而且感觉这个颜色怎么像是金子做的。那再看这一张，剪纸的细节15 Ultra 这是隔着水面拍的，都非常清楚。而14 Ultra 这边乍看其实 OK， 但是你拉大就看不到细节了。那我们来对比一下2台手机各个焦段。超广角我还是更喜欢14 Ultra 这一张，那至少左下角能看得到细节。主摄虽然15 Ultra 的观感真的是挺不错的，但我觉得它怕过曝，对这种大光比的场景压得有点过狠了，导致一些细节还是丢失了。2倍变焦，这张我觉得15 Ultra 还是更好一点，细节更多。那毕竟大光圈在细节的这些还原上面还会更有优势。那接下来70毫米焦段，大差不差。不过到超长焦15 Ultra 感觉就碾压了，远摄的能力更强，清晰度、颜色也都会更好。但有个共同点，2台手机的镜头一致性都特别好，颜色、画面风格都很协调。进到这边室内，其实光比特别大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次它的主摄还有长焦的一个变化区别。然后雷总不是预热说这台机器堪称夜神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在这种光比很大的，包括一些暗场的环境，它是表现怎么样？这个好神奇啊！这整个这个卷纸一共有5层，然后刚才我拿长焦看，最里面一层感觉好像是一些星云，然后气体什么的，然后外面一层是飞碟，然后在外面是高楼大厦，然后最外面好像小时候看的那个《河州记》，这都是剪纸，这太厉害了！看看那边。最尽头的那个是一个木雕的机械臂，然后所有的这些纸的装置都是这个机械臂剪出来的，这是我完全没想到的。我本来以为这种剪纸的艺术其实相对来说可能它古老传统一点，然后现在也有了科技的帮忙。但像这种装置
其实乍看不太容易看明白，但是这时候你拿这个长焦去拉一下，我觉得还是非常有趣，就是你能观察到更多的细节。而且你看它写了禁止触摸，所以你很难探过去它。这时候啊，科技产品就有一点能成为你的另外一个眼睛了。你看这张照片，我们看一下它的细节，它下边是有传统的工厂，然后往上有一点金融风暴的意思，然后还有股市的这些走势图。然后你看这里，这是一个牛马吗？就它用一种很艺术的方式还原了一种社会结构和发展，太厉害了。那再来，我们用另外一颗70毫米的中焦来拍一下人像，那能明显的看到15 Ultra 的脸部的细节会更好，包括你看衣服上的这些缝线，它也更清楚，还有发梢。那我们走近再拍一下，那14 Ultra 呢会整体拉亮，但是有一点假白。那15 Ultra 的皮肤会看起来更有呼吸感，光线过渡也会更自然。就是这个面色如果能再稍微提亮一点就更好了。OK， 总结。那么这次的小米15 Ultra 在影像上的提升其实肉眼可见，最明显的就是超长焦，拍远景、拍细节真的很强。那另外，主摄的暗光能力也做得更好了，尤其在低光环境下拍摄，效果比上一代更纯净。那虽然这一次放弃了可变光圈，但我觉得是个好事。一个是它的算法还有优化的空间，特别是在一些大光比的场景下，可以稍微再调整一下，就可以把大底的优势更发挥出来。而强光过曝的问题其实并不算大，因为如果不是测评直出，选择这台这么夸张影像旗舰的人，肯定会手动调低曝光的。那它的用户其实会对照片和构图更有自己的理解。而且我发现这次他们还增加了一些贴心的操作，比方说单手呼出的这个快捷界面。而这次新机整体也有设计上的新变化。那虽然我真的不希望手机厂商的摄像头再这么大下去了，但这次拼色的质感真的让人忍不住像拿一台相机这样去拿它，很有感觉。然后机身上的 Ultra 也和小米SU7的 Ultra 遥相呼应，确实让小米的品牌调性再迈一步。那顺便也叉腰的说一下，我拍的SU7 Ultra 的视频还被雷总转发了。OK， 我是鱼仔，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喽。